欢迎收看节省过生活。大家看我身后的云海，超级美的，而且不止身后哦，连前面都有，这一侧也有，两侧都有云海。这一集的行程，我将带你们来走长野县的金星兜风路线，整趟行程会非常漂亮哦。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位于长野县的金星路线，或叫做维纳斯路线，日文叫做 Venus Line， 被誉为日本最美公路之一，全长约76公里，平均海拔高度为1400公尺，以壮丽的自然风光和四季不同的景色闻名。沿途有美知原高原、八岛湿原、车山高原、白桦湖、鸟科湖等景点，是自驾旅行者和骑行爱好者的天堂。第一个我们来到的地方叫做三峰大展望台，视野非常的好，天气好时甚至可以看到富士山。展望非常好，今天左侧有云海，右侧也有云海。走过这个贩卖部前面，这边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去，看起来是这一处的制高点。1分钟就可以登顶了，登顶成功，360度。今天竟然出大景！刚在开车的时候，原本是开在雾里面，原本以为山上是一片白墙，没想到再继续往上开，就看到云海了，好漂亮哦！离开了三峰大展望台，继续沿着维纳斯路线行驶。这条路非常的好开，连初次在日本开车的爸爸都能上手。接着来到今天的第二个景点八岛湿原。八岛湿原是日本少数保存完整的高山湿地之一，海拔约1630公尺，是维纳斯路线上最著名的自然景点之一。它的自然生态环境非常丰富，因此被指定为日本国家自然保护区。湿原总面积约有20公顷，四周被辽阔的草原和森林围绕，景色非常的壮丽。夏天，湿原内开满各种高山植物；秋天，草原和树林被金黄色的秋叶所覆盖，景色非常的漂亮。冬天，这里的步道会被积雪覆盖，整个步道是环状的。全长约4公里，行程约需1.5至2小时。这一个景点我们要来到的是八岛湿原，从停车场出来之后就往前走，跟着指标走就行啦。走进来不久就可以看到这个七岛八岛雾峰湿原植物群落的一个牌子。右前方就是我们将要走的湿原。这边夏天的时候会是一片绿色的，现在就是一片的咖啡色。这一路上都有铺这个木头的步道。走起来非常的轻松。是吧？
好喜欢秋天来日本哦，可以看到台湾看不到的一个景色跟颜色。旁边的这些草，前方的草原湿地。这一条步道，它可以选择绕这个湿地一圈的方式，但距离会有点远哦。今天我们就选择湿地北侧的步道，然后一直走到休息站厕所那边，再往回折返。前面这里就是厕所跟休息站，在那边稍作休息，我们就往回折返。我们今天就是走这条。从八岛驻车场走到这个休息站的地方，会走单程1.2公里。那我们今天休息完了，要走回去啦。这一站我们来到了蓼科湖，刚刚开过来的路上经过了蓼科高原，非常的漂亮哦，一路上的红叶、黄叶都渐青了。那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蓼科湖，也是附近的一个蛮著名的赏红叶景点。这个湖小小的，但是它沿着湖岸两侧都种了蛮多的红叶的。虽然说都是枫树，但是它的品种还是有一些不一样。你可以从它叶片的半数去辨别，那它最后呈现出来颜色也都有一些不一样哦。有些比较红，有一些是比较咖啡色的，有一些是比较橘色的。这区湖畔也有很多这种景观餐厅，可以坐在外面看红叶，不错哦。逛完了蓼科湖，我们要来这一家自由农园，这个是一个农夫市集。然后这里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东西，大家猜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自己买回去种香菇的哦。它这个木头里面啊，
都有挖这个洞，它里面都有用那个香菇苗在里面，回去就会长香菇。然后这边就是农夫市集的贩卖物，看到有点失心疯，因为这边的水果很便宜。长野县也是非常著名的苹果产地哦，看这边信州的苹果，这个3大颗只要780。这里的苹果有很多种品种哦，像这个好漂亮哦，蚯蚓，很漂亮哦，深红色的。这个叫做明月，红绿黄绿的。这边是秋天才有的松茸，是非常名贵的东西哦。你看这一盒就要8900日币，3根就要8900。